印尼华人在经历了苏哈托的铁腕统治后，终于迎来了一位华裔总统，并推翻了苏哈托时代的许多歧视华人的政策。你现在所看到的关于印尼华文教育、华文文化、华文报纸等近年来在印尼蓬勃发展，甚至有可能在将来做得比马来西亚更好，都是因为这位总统解除了施加在印尼华人的枷锁。印尼华人视他为华人之父巴帕中华。援引印尼商报总编辑邝耀章的话，在苏哈托在位的32年中，政府对华人实行的政策是歧视性同化，除了取缔华文学校、华文媒体之外，还令华人必须放进中文名字，不得在公共场所庆祝华人的宗教信仰或风俗习惯的各种节日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各种祭祀仪式和活动只能在家庭或个人的范围内进行。华人受到歧视也体现在与其他族裔身上和政治派别的日常交往中，比如你跟他握手，他都会怕，好像我们的手很脏一样。那时候拿中文书被警察看到都会被抓去监牢的。唯有讲话是没有办法阻止的，但是如果他们在场的话，我们是不讲的，我们就静静地假装哑巴。以上是印尼商报总编辑邝耀章的说辞。由此可见，早年的印尼对华人的歧视有多么的严重，直至印尼首位华裔穆斯林总统的诞生，这个情况才有所好转，并延续到了今天。他就是瓦希德，出生于1940年9月7日，病逝于2009年12月30日。华语姓氏是姓陈，瓦希德曾向媒体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其祖上是福建的回教长老陈金汉。于明永乐15年约1417年，随着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候，随着舰队前往雅加达传道，并定居于泗水。他的祖籍是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四川村。哇，这个四川村名字不错啊。他本人也会说一点闽南语。同时也是印尼民主决心党的创办人，曾在1999年至2001年间3年间任第4任的印尼总统。虽然只是短短的3年，但足以让印尼华人的悲惨历史翻篇。他在宗教和种族间做出和解的动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获得了2003年世界和平奖元首级的最高荣誉奖，受世界肯定，全世界肯定。他是后苏哈托时代的首位撤销多项歧视华人和华族文化法令的总统。虽然第3任总统也就是苏哈托的马仔也有做一点对华社有贡献的动作，但是还是比不过这位总统，因此深受印尼华人爱戴。他们甚至把他誉为华人之父巴巴中华。中华在这边指的是中华的意思。由此可见印尼华裔对他的崇敬。瓦希德的祖父哈辛阿萨利为印尼最大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创办人，而父亲瓦希德哈辛则是1945年到1949年间参与印尼抗击荷兰的独立战争，在独立后更被第1任总统苏卡诺委任为宗教事务部长。由于他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让他有那个资本来挑战苏哈托实行了30多年的歧视华人政策，并在这个保守和排外的社会里为印尼华人打开了一个缺口。瓦希德同情遭受压迫的少数族群，经常为他们仗义发言，因此在许多课题上与苏哈托的政权针锋相对。他更在1990年在某时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给华人出路》Beli Jalan Orang Cina 的文章，描述了印尼华人所受到的歧视，并呼吁政府善待华人。然而当时的掌权者并不愿意考虑和接受他的建议。为了拉拢和收编国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以延续他本身的政权，苏哈托在1990年安排他的亲信哈比比，也就是印尼第3任总统，成立穆斯林知识分子联合会，而马希德则马上公开反对，并指有关组织只是当权者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是一个排斥非穆斯林的组织，并不适合多元社会的印尼社会。而他这一个立场就使他成为苏哈托的眼中钉。1984年，他成为了伊斯兰联合会的主席。作为宗教领袖的瓦希德坚持认为政府是属于世俗的，而信仰是个人的。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法律上都是世俗国，而不是穆斯林国家哟，别搞错哟，嘿嘿。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已经谈到了印尼华人依然深受歧视，并开启了再一次的逃亡。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频道找也行。我目前呢已经制作了3期关于印尼华人的视频，我下一期还会继续更新。如果你们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订阅我哦。如果你想看之前的作品的话，记得来到我的频道哦。在1999年10月，瓦希德担任了印尼第4任总统后，印尼华人的情况就有所改善了。2000年的时候，瓦希德颁布了6号总统令，废除1967年14号总统关于华人宗教信仰传统的条款，允许华人宗教和传统自由地进行，而不需要得到额外的批准。也废除了1967年禁止华人公开庆祝节日的法令，准许出版华文报章和成立华人团体，也设立华文培训中心。取消了在法律上华人不是印尼本土公民的规定，不再禁止印尼华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等，取消了在印尼公开展示华文标志和宣扬中华文化的禁令。在1965至1994年间，也就是苏哈多执政时期，汉语是禁止出现在电视上的。但在数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2000年10月 ，Metro 电视台成为第一个向印尼当地广播普通话的新闻电视台。而在几乎同一时期，雅加达的卡达瓦拉电台增加了普通话音乐和新闻的节目。2年后，继任的梅加瓦迪总统宣布，春节从2003年起列为全国的公共假期。这位女总统呢，是大家所熟悉的第1任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女儿。其实这个春假嘛，我觉得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实行，人民都会很开心的。比如在大马，我们大约有1个星期的春假，这期间呢，我们友族也很开心，虽然他们没有庆祝春假，但他们又有假期可以放了。哈哈，所以至今都没有遇到什么反对，而相反还会跟你说恭喜发财。在苏哈多下台后，继任的每一位印尼总统都为印尼华社出过一份力，包括苏哈多的继承者，也就是他的马仔哈比比，也就是印尼的第3任总统，就在1998年9月签署法令，禁止政客在公开场合使用 Pribumi 这个字语。根据雅加达环球报专栏作者翁敬胜的说法，多数华人认为这个 Pribumi 这词语带有冒犯之意，因为苏哈多掌权时代经常用这个词语来暗指华人是新来的人。在2002年，梅加瓦迪政府就提出了删除1958年印尼国籍法的第62号法令，这时印尼华人多年来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终于走入历史，印尼华人终于挣脱枷锁，不再被视为2等公民。2006年7月，印尼国会就通过了新的国籍法，废除了法律中区分土著和非土著的法令。这被形容为革命性的新法规，规定凡出生在印尼并从未接受过他国国籍的居民将自动成为印尼公民。这新法还进一步阐明，夫妻中只要任何一方是印尼公民，其孩子将自动成为印尼公民。这方面马来西亚已经落后了，还在实行歧视性政策。我认为在未来30年内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马来西亚现在的政治格局依然是由老一代的政治人物在把持着，他们还在用刚独立时候的思维在管理着马来西亚，分而治之。这些老人呢，不是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而是大搞国内种族竞争，类似于零和游戏。因此很多华人都把钱投去海外了，不是投资国内，因为钱留在国内没有保障。比如著名的亚洲糖王郭鹤年，他是马来西亚的首富，但是他大部分资产已经转移甚至投资海外了。他对中国的投资也毫不吝啬。虽然我注意到已经有不少年轻而且有智慧、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马来政治领袖的崛起，比如塞沙迪、努鲁伊沙等，但他们还没有成。苏西洛2004年上台后，印尼的政治局势趋向稳定，这使政府集中精力大搞国内经济，同时吸引外资。印尼就曾超越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第2的最大西资国。华人在印尼的经济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新法通过后，华商在印尼的发展更为蓬勃，华人对印尼的经济贡献随处可见。他们的投资资金大，包括具有战略性的基建、港口、采矿、石油开采和能源等领域。但随着华人越来越富裕，造成了印尼的主体民族爪哇族和华人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所以印尼华人至今依然受到妒忌，甚至是排斥。这上一期关于印尼华人依然深受歧视，并开启了再一次逃亡的视频，在这个视频里我有细谈，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频道找也行。这部视频呢推出短短15天就录得23万播放量了，建议你们去看，真的学到东西。关于这期视频呢，欢迎你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你订阅、按赞和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上一期关于东南亚华人只顾赚钱不热衷于政治，结果导致他们成为二等公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拜拜。